嗨，大家好，我是龙哥，好久不见，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本期视频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注册美国公司的一个好处，以及如何去申请一个美国公司。这期视频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一个网络创业者，以及美国的一个 LLC 公司。那么如果你正在看这个视频的话，也想知道开美国公司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网络的创业者，他们都想开一个美国公司？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这期视频呢，你一定要帮他看完。那么美国公司的类型种类也是挺多的啊，也是五花八门。比如龙哥这边已经问过 ChatGPT 了，开美国公司有哪些类型？他给我们几秒钟就输出了1、2、3、4、5、6、7个大点。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第一个是独资企业，适用的人群呢是在美国本地开小型的个人商业或为个人提供服务的创业者。它的特点是由个人独资经营，无单独的法人地位，政府注册手续相对简单，经营成本低，个人和企业不具备法律的分离，个人需要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的责任。税务上呢，企业收益直接计入个人所得税，使用的场景规模小，风险相对有限，且希望尽量简化注册和日常管理的个人经营者。第二种是合伙企业，是根据责任和出资方的不同，美国的合伙企业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种形式。第一个是普通合伙，由2个或以上合伙人共同创办，合伙人共同承担企业的所有责任和债务，无限连带责任。税务上呢，合伙企业本身并不单独纳税，企业利润或损失按合伙协议分配给合伙人，并计入个人的所得税。在这里强哥就不一一给大家念了啊，有兴趣的小伙伴们也可以下来自己去探索一下。龙哥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是你想在网上做跨境电商，或者说做一些在线商城。比如说有的在线商城一个搭建里面呢，就需要用到美国公司去注册一个Stripe，相信很多朋友呢，他都需要这样一个美国的公司。看完这期视频呢，你也会对开美国公司有一个全新的认知，那么你也可以考虑是否需要开一家美国公司。那么我还会教你如何低成本的来开一家美国公司。经过长时间的了解呢，有这样8大类的人呢，他需要成立一个公司。第一类呢，原本在美国境内呢有事业的人，你在美国呢，你有公司，或者说呢，你在美国创办什么企业，或者在做一些什么事业，那么你肯定需要这样一家美国公司。那第二类呢，是在美国经营市场有做跨境电商的，比如说速卖通或者像WooCommerce这样的一个独立站，或者是像这种 Shopify 搭建的一个电商网站那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需要这样一家美国公司。那第三类呢，比如说开发一些系统的软件的或者说给别人做一些 APP 软件的这些，他们也是需要这样一家美国公司的。那第四类呢，接一些国外的客户的一些订单或咨询的，比如说在 Fiverr 上面呢，一些平台上接单的，或者提供一些咨询服务的需要客户先预约并付款的，那这样呢，它也是需要这样一个需求的那第五类呢，就是开发出自己的一些数字产品内容的一些创作者，比如说一些线上课程或者说一些电子书之类的模板需要营销工具和销售漏斗来销售产品的一些需求，就需要开一家美国公司。第六类呢，一些高价的课程陪跑教练，比如说带着学员减肥瘦身的，做网络营销的，销售产品的，那这些教练呢，他也是需要通过营销工具来打造自己的销售漏斗，完成一些交易。第七个呢，做一些海外营销的，这些联盟营销通过内容经营帮助海外厂商推广一些产品赚取美元佣金的需求，也是
需要这么开一家美国公司。第8类呢，就是经营 POD 产业，也就是说像这些类似一些来按需打印的这些服务的。那像这个拼音符这类的创作者呢，他相当于就把图案设计上传到拼音符这样的一个平台，结合了把它印刷到这些产品上面进行一个销售。这里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的下方哦。那么你会发现这些领域的创作者呢，那他的客户都是来自全世界，不仅仅是大陆或者说一个国家。因此呢，那他们怎么样的收款才能降低手续费这个需求呢？那肯定是要解决的，对不对？特别是做一些电商网站的，或者说一些在线商城的，你的衣服你的商品可能销售到全世界，而开设一家美国公司就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听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你也是其中的一员呢？想通过网络创业获得美国国家的一个客户呢？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呢，你就要认真听了。又或者很多朋友呢在炒币，比如说你在玩比特币，或者说你在玩炒股，你想让你的资金回国，对不对？想要扣取少量的这种手续费，那么也是可以考虑的。那这里为什么说开美国公司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呢？那么前面提到这些创业者呢，他需要一个能收取美国国家的一个币种的一个金流你可能要收到美元，收到日元，收到欧元，收到加拿大元。而在大多数的一些销售平台呢和营销工具上，能满足这2个条件的第三方金流，通常呢只有2个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Stripe，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PayPal。那么这2个平台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那么 PayPal 呢，讲的是有用过的。 PayPal 它的一个手续费呢是非常高高得吓人。每一单的手续费呢都会在一个固定费用，都有一个$35左右比如讲个给大家展示看一下12月31号讲个转了一笔，对吧？663，它的费用就扣了$35。那么你可以看到，你用 PayPal， 那这个费用是不是有点高？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Stripe 跟 PayPal 的费率区别PayPal 收取交易额呢，一般的是 4.4% 到 3.4% 的一个手续费，单笔收取$0.3的美元，每次提取收取$35的固定费用。Stripe 对所有年交易额$100万以下的客户收取每笔 2.9 加$0.3 USD 的手续费，香港是 3.4% 加2.35的港币，撤销付款费收取85香港币的一个手续费那么相对来说呢，Stripe 它比 PayPal 是优惠很多但是呢比较麻烦的是什么？Stripe 目前呢，它只覆盖了46个国家及地区，所以它还有很多国家呢没有开放的比如说这里面支持的46个国家，连台湾跟中国是都没有的它都不在开放的范围内。有些国家它虽然开放了，但是它的手续费呢却比美国的 Stripe 账号还要高比如香港和新加坡的 Stripe 手续费，它要 3.4% 以上小伙伴们可以自己下来去查一下。但是如果说你有一家美国公司的话，你可以以公司的名义，这样呢就能大大减少你的网络事业。我们要拥有一个美国的 Stripe 账号，才能有这么低的一个手续费用。大家别小看这个0.几的金额大的时候呢，你还是会深有感触它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它的一些手续费率呢，你也可以自行去查一下。这也简单说销售系统的打造。那么很多网络创业者他可能会像使用邮电营销Shopify这类的一些 APP 来做一些营销流程的一些工具，进一步去导购筛选，可以同时创接金流来做销售的。那这些能让你在线上的销售产品呢及工具，你一定可以，只要你拥有一个Stripe的账号，基本上你每一种销售工具呢都是可以使用的那再来说说这个跨境电商那跨境电商最多的人大家使用都是独立站电商平台，比如说这个 Shopify， 还有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一个 WooCommerce。 Shopify 的收款金流呢，它会根据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选择。那么如果说
你要串联这个Stripe 的金流呢，你可以先到这个设置里面来，你需要找到这个 Stripe。如果你没有看到 Stripe 的这个选项呢，那么你就可能要切换一下你的这个地址。那么接下来如果说可以用 Office 搭建的这种电商网站，同样呢，你要到这里面去串接你的一个Stripe 账号。那我们需要帮它连接成功了啊，才可以正常的收款。那你可以在这个插件里面，可以到这里面来收缩。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WooCommerce 的支付插件，你需要帮它安装。那在这里呢，看你还是想用哪一种收款模式啊？它的收款方式呢也不止这种，只要它提供的一些方式呢，你能帮它串联起来都是可以的啊。未来不管你的顾客来自哪个国家，他付的是什么币种，付完款之后呢，这里的Stripe它都会自动帮你转换成美金，存储到你的账户当中，是非常的方便啊。Stripe来收取这一段费呢，那其实也是对于 YouTuber 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啊。如果有人直接使用这个 YouTube 的一个赞助功能，那么作者收到的费用呢就会被平台抽取30%。这个费用呢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所以其实这里面很多人呢，他都想拥有一个自己美国公司啊。你可以去申请较低的手续费，拥有了 Stripe 的账号，你就可以去收取美国国家的币种，并且呢 Stripe 几乎在国内收款平台上来都可以去做一个创建啊。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一些网络创业者他想要去开设的一个美国公司的原因。那么开美国公司还有一个好处呢，同样是因为资金收款的原因。当你拥有了一个美国的公司，你就可以线上开办美国银行，那所有的申请呢都可以在线上完成，不需要跑到当地或者有些平台你才能汇款，可以通过 ACH 转账，那是零手续费啊，就直接汇入到你这个美国银行了。那比如说还有一些人你在国外呢有一些联盟营销，有的产品的佣金它可能只能通过这个 PayPal 来收款，但是呢也有很多后台是可以直接用这个 ACH 来转账的，来收款的。有需要的朋友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啊，因为这样呢它不会出现任何的一个手续费。接下来像这种 Pin 这样的一些按需打印的一些销售平台呢，那它很多啊，包括还有像什么人做坏的这些啊，收到钱之后呢，你都可以在后台去设置一下它的一个转账方式，可以把钱呢直接转到你的一个美国银行。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美国公司，你就没办法去开这个美国银行，那么你就只能用个人的 PayPal 收款。那个人的 PayPal 收款的话，刚才跟大家看了一下啊，光是每一单都要收取$35的一个手续费，你的手续费呢就会被吃掉非常的多啊，这样就是非常的不划算。也是因为很多这种网络创业者想要开办美国公司的一个主要原因。有了美国公司，你就可以通过 ACH 转账来收款。那么它还有更加完美的是，你通过这个收款之后呢，你还可以去去投资一些美国公司或者一些加密货币。比如像这个平台，你可以去投资美股，把你赚到的钱呢继续来给它产生一个收益。那如果说你开的是个人一个独资一个 LLC 的话，那么基本上公司的钱呢跟你的私人账户的钱呢是可以互相转账的啊，它不会有任何法律的一个问题。你可以用你个人的名义去开美股的一个证券户啊，或者像这样的一个币安交易所的，把公司的钱呢转出去，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也叫资金调度。投资美股呢，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平台啊，包括币安交易所的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有需要的伙伴可以去注册一下。注册教程呢，我也会帮他放在视频下方。通过这个连接注册，会永久获得20%的一个交易返佣手续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平台的话，它的账号申请也是非常容易啊，你就可以直接开户。它的界面呢也是非常友好的，都是一个中文的界面跟客服。你申请好美国银行呢，你就可以直接绑定美国银行账号，到这里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款项通过 ACH 的零手续费
给它汇入，你就可以投资你的美股了。如果说你也有美国公司在赚一些美金，未来想要学习，肯定你也想让你的钱增长，有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来看一下。好了，接下来前面跟大家提了我们开美国公司的一些好处，那么非美国公司的非美国的公民呢是无需要交纳美国所得税和营业税的。关于美国的一个详细税务要怎么去报税，下面呢我也有在 Fiverr 上面找一个专家大家可以咨询跟税务相关的一些问题，因为我本人呢对这方面也是不擅长的大家有问题可以去找专业的人士。这里呢要说明一点，你不是美国公民，那你不用交纳税，但是这并不是说你不用交纳你自己国家的税。比如说你来自中国大陆，你也有可能通过Stripe来收取这个美金，那并不等同于海外的收银，除非你的客户都是一些海外的人，或者是直接海外的一些客户。那如果说你有做国内市场的话，你一样还是要报自己国家的一些所得税和营业额。那这方面税该怎么报呢？怎么减税呢？你可以自行去找国内的一些会计师来进行一个咨询。那如果说你的客户全部都在海外，你经营的是国外的生意，做国外的一些客户的话，一些什么联盟营销啦，想来赚取一些佣金呢，那这个它是属于一个海外的收银也要根据当地的一个税务呢，你去报一些相关的税。一般情况下呢，他交税都会有一定的额度那么你的收入收银达到了多少，该怎么去交，那这些相关的税务问题还是要去咨询一些专业的人士。对于经营海外的客户，利用美国公司是可以达到合法的避税的一个效果。所以综合以上的一些因素呢，需要开美国公司的人主要目的是拥有一个Stripe的账号和一个美国银行的账户，来降低收款的成本，另外还有机会合理的避税，并且方便自己来海外投资。如果说你有以上的需求的话，开设一家美国公司对你来说呢，绝对是利大于弊好了，这里说完了，接下来我就告诉大家该怎么来开这个美国公司首先呢，我们是要找代办协助你成立公司的代办机构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一个西北公司。这个西北公司它是一个专业的公司代办机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操作流程非常简单，费用呢也是比较便宜的并且还可以进行一个全程的线上操作。因为这一点也是广受很多朋友的一个好评。这家公司呢也差不多有20年的一个行业经验了，它以高质量的客户支持闻名，它的定价呢也相对透明，没有什么隐藏的费用，特别适合一些初创的企业，还有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如果说你要做跨境电商的话，那注册一家美国公司，为了方便大家，我会把 Lorfest 西北公司的一个注册链接来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大家可以打开这个链接，跟着龙哥一起来操作。那在这个网站注册一家美国公司呢，性价比真的很高只需要$39。这个呢是他们的收的一个服务费，当然后面呢还有一些要提交给政府的费用是要另外出的。OK， 接下来开始创建我们的一个美国公司吧，大家要跟着一步一步的来操作首先我们点击这右上角这里，点击开始如果英文不好的小伙伴们可以安装一个沉浸式英文装了沉浸式英文过后，它也有英文也有中文，是不是？这样看起来就对英文不好的小伙伴们比较友好而且更亲切。沉浸式翻译呢，大家可以去装一下。首先我们来到这个页面，第一个是什么？成立新公司，也就是我们整个流程要经过一个是次序、公司管理、联系、账户、企业身份、可选项目、付款，经过1、2、3、4、5、6、7、8，经过这8项完成之后，那我们的公司才算成立正常完成在这里有3种公司类型第一个是 LLC 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是公司，第三个是非营利组织。那么这个 LLC 呢，它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对于我们特别初创的企业，你的公司只有几个人，那建议大家呢一般都选这个 LLC。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公司，这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一个实体，比较适合一些大型企业，股份可以分给股东，
但管理起来呢比较复杂。如果说你的公司以后考虑上市的话是可以的啊。第三种呢，这个非营利组织，这种公司不是为了赚钱，所以在这3种情况下你要进行一个选择。那我们在这里就选择第一个啊。选择好之后呢，他问你想在哪里组建你的业务，也就是说你想把公司注册在哪个地方。这里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推荐大家可以选择3个州。第一个选择特华拉州，第二个呢推荐怀俄明华州，第三个是内华达。因为这些州的话，它可以一个免营业税，还有一个所得税相关的一些啊。如果大家不知道在美国注册公司有哪几个地方好，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啊，用 ChatGPT 或者去谷歌里面搜索查询一下，看哪几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更有利。那这里如果是以 ChatGPT 的，就输出命令是在美国注册公司在哪几个州最好，它马上就给我们输出答案。在美国注册公司时，不同州有不同的税收、法律和费用结构，以下是几个广受欢迎注册的州，也是刚才龙哥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是特拉华州，优势特拉华州是以其公司友好的法律环境著称，特别是在税务和法律灵活性方面。第二个是税收，无销售税，对在州外的运营公司不征收公司税。第三是隐私保护，股东或董事的信息不公开，保护隐私。第四个是法律系统，有专门的商业法院、衡平法院处理公司纠纷，迅速且经验丰富。第五个是适合对象，大多数科技公司、金融公司及计划吸引投资的大型企业。特拉华州就有这5大优势啊。第二个是内华达州，优势它的税收政策宽松，且不需要股东、董事在内华达有实际的地址。第二个是税收，无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业务收入也不征税，这几点是非常好的啊。隐私保护，股东和董事信息保密，适合的对象希望隐私保护强、税收宽松的中小企业及互联网公司，也就是适合我们的一些刚创业的或者中小企业的，想在互联网上开公司的朋友们。怀俄明州，优势较低的年度报告费用和税率，税收无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州外业务不征税。隐私保护，允许匿名拥有，股东和董事信息不公开啊。前面3个基本上都是类似啊，他这里给出了我们5个啊，所以选择的标准总结，他注册税务的宽松的，大公司或高隐私需求的，有实际运营需求的，都给我们列出了在哪几个州是最好的啊。这个 ChatGPT 的是非常 nice 啊，所以还没有 ChatGPT 4o 的小伙伴们可以去龙哥视频下方描述栏啊，比如这里随便点开一个视频啊，视频下方这里都有啊 ChatGPT 的成品账号购买，点击链接可以直接下载注册就可以使用了啊。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要小伙伴们亲自去实操才会了解的更多。那我们选择了内华达州，对吧？它这里就会显个订单摘要，基本套餐也就是刚才龙哥说的$39。选了过后，它这里有一个时间处理速度啊，一个是5天，一个3天，一个是1天，不同时间处理的费用不同。那我们另外选一个，看一下俄亥明州它的费用就相当于低一点啊。它的套餐都是一样，$39。7天处理就是104，你需要5天处理$139，3天加急的那就是179，它时间不一样，标准费用不一样哦。那我们就选第一个104，7天的，也就是说时间越短，它收的费用越高哦。这个需要小伙伴们自己去按照推荐的那几个州去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啊。比如我们来点击看一下纽约的费用，那肯定应该高了，那它的标准费用就高了，5天的是205，3天是240，1天的话280，都是200起步了啊。不同的地方呢，它收费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了2-3个，还是俄亥明州是最便宜的。那我们还是选怀俄明州。那我们再往下面看啊，我们将为你提交受益所有的权益信息，这个我们先不用管它啊，因为这里开了的话，它会加一个25的一个费用，这个是我们暂时不需要。关于这个 BOIR 的一个信息报告，后续我会跟大家再慢慢分享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关掉过后，它就
节省$25啊。因为这个等我们公司注册下来了，其实很简单啊，建议大家现在呢，我们可以直接不要去开启它，这个钱可以选择不花。那我们接下来就只选择了2个，一个是基本套餐，第二个是开的哪个州，这2个费用一共是$143，那我们就点继续。那就是公司详情，告诉我关于贵公司的一些事情，也就是你希望你的公司名字是什么。那在这里就是要给你公司取一个名字，那在这里呢要给你的公司起个名字，在这里我就随便取一个唐啊。当你填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想知道你的公司有没有被人注册过，也就是说有没有重名，那么我们可以来到一个 APP 进行一个查询，也就是我们来到了一个俄亥明州政府的一个网站啊，进行一个查询这个名字有没有人被注册过。因为我们刚才选的是一个俄亥明州的，那这就是我刚才取的一个名字啊。点击这里搜索，它这里会给你输出这么多公司。那第2项是将诉讼和法律通知副本发送你的律师，我们就选第2个不啊。那第3个呢，使用通用业务目的，我们可以帮它打开啊。因为每个公司的话和中国公司它有点不一样，美国公司呢它是不限你死的啊，只要你经营的不违法就可以了，特殊情况除外啊，比如说什么一些军工产品啊，这些什么一些武器之类的，它不像国内的，它也有很多规定条条框框的。那这个我们就跟它选择打开，我们继续往下拉。你希望在州内记录实际地址，也就是说你注册代理的一个地址，那这个我们可以用刚才申请的代理地址啊，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西北公司啊帮我们提供的一个地址。那接下来是一个邮寄地址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说以后政府一些什么信件的话，它就会发往这个地址啊。到时候如果说政府有文件寄过来的话，它会帮这个文件拍成照片电子化上传到我们的账号的后台，所以说你不需要一个美国的地址，基本西北公司呢它就会帮我们处理好。我们在这里选择了之后呢，我们就点击下一个继续。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公司管理类型，它有2种啊，一个是会员管理，第2个是经理管理。一个管理类型呢，第一个就相当于你的成员自行管理，第2个呢就是请经纪人啊。那我们就是选第1个会员管理啊，这个比较方便一点，经理人呢就比较麻烦一点。那在下面呢，会员你的姓名啊，名在前姓在后，我们就随便打一个吧，这里是用拼音写啊，不要写错了。那再往下来就国家一起记录的地址，这个呢就是我们注册的一个代理地址啊。管理这一项我们就填完了，我们就点继续。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联系方式项目啊，我们将对你的信息保密，这个还是跟前面一样，名在前姓在后，我们还有你的电话号码，按我们实际的填就好了啊。我们实际情况在哪里就填哪里，还有你的国家邮寄地址啊，哪个州的邮政电码你就填哪个国家，你所在的城市如是写就好了。反正这个联系方式就按我们实际的一个情况写就好了。这个填好之后我们就点继续。那接下来就是你的账户设置，在你的账户中你将能够管理你的企业详细信息，并填写你需要的任何州的表格。你的邮件我们就填下我们自己的一个邮箱地址，再创建一个密码啊。这个密码它也是有要求的，一般包含大小写字母，还有一个什么数字啊，特别字符之类的，让这个密码更保险。那么在这里它可以直接生成密码，密码可以包含哪些，它都是告诉我们的啊，你按照这个要求去设置就好了。点一下确认密码，这下面有个确认密码，按我们的设置密码就 OK。我们创建好了，来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就是一个企业身份，我们为你提供一切业务，让你的业务立即站起来。第一个是域名注册，1年的免费；第2个是网站由我们托管，由你拥有；第3个是为你的网站提供 SSL 安全保护；第4个是最多10个企业电子邮件；第5个是公司电话号码与服务。免费开始只保留你想要的服务，保留所有的服务，并在免费试用期获得20%的一个折扣。90天的免费，在你的在线账户中点击一次取消，这个我们就暂时不需要啊，给它关掉就好了，因为这个打开它需要另外收费的。反正这个大家自己也可以看一下你需不需要，需要的话你可以帮它打开，不需要的话直接帮它关掉。
那我们这里就直接帮它关掉啊。这下面还有一个企业身份选项啊，你想选哪一种业务领域、商业网站、安全性、企业电子邮件、电话服务，这里都有说明的啊。业务领域是你的域名第1年免费之后，你可以根据域名的价值选择以较低的年费续订你的域名，从常用的扩展名例，比如.com 或者 .net 中进行选择，你可以随时意见取消。我们这里暂时就不点，就点继续啊。那这里来到我们一个可选项，一个税号，一个是美国国税局 IRS 的 S 公司选择要$50，这里一个特级邮件服务，一个商标服务，这里我们都不选啊，都不需要，我们就点继续。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付款页面，我们一个付款信息，我们接受所有主要的信用卡有4种。那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信用卡的名字填上，卡的姓氏填上，卡号填上，安全码、年月日，还有一个信用卡地址与邮寄地址不同，就是非常简单啊。大家填写之后呢，进行一个付款就 OK 了。那么你的美国公司就注册好了。那么你的美国公司注册了好之后呢，过上2天你就能收到一封来自西北公司的邮件啊。这个邮件里面会说你的公司已经注册成功了。大家可以点开你的邮件顶部有一个文件夹，你下载一下，里面的公司是相关的一些资料，还有一些小惊喜等着你。反正里面所有的重要文件呢都在那个页面。公司注册之后呢，还有啊，视频开头就跟大家讲了啊，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报税问题。报税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啊，因为你不懂的话，很可能碰上一堆法律上的问题，那就非常麻烦了。那在这里咱们可以找专业的美国会计师来帮我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到 Fiverr 这个平台，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面的描述栏里面啊，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进去咨询。那在这里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么的一个页面，在这里不懂英文的朋友还是可以安装一个沉浸式的翻译啊，这个是非常好用的。那在这里呢，它是专门提交一个5472和1120的表格，这是专门针对报税的这一块了。那么他们处理这些事情呢，那肯定是非常的得心应手啊，并且价格也不贵。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计划，它也就是100多一点。那么感兴趣的小伙伴连接在下面描述栏里面，我们不会的我们可以找人。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个它就是专门为外资公司提交5472跟1120的表格。那如果你不是美国人，那他们这家公司就特别适合你啊，他们提供的服务呢也非常全面。我们可以往下拉，可以看到我可以帮你提交外资美国有限责任公司美国的税局报告。根据美国国税局 IRS 的规定，外资美国被视为实体，需要提交11205472表。我们可以为你准备和提交该表，并帮助你处理美国所有州的任何州年度报告或特许经营税，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很多成员有限责任公司只需要提交纳税申报表，但不提交税款，我们可以为此提交 K2 和8804、8805。那他们的公司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团队中有美国注册的会计师，因此可以指导你避免将来出现的任何问题。所以任何问题他都可以来帮你避免啊。如果小伙伴们不想找这个人帮忙呢，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上面 Fiverr 上面搜索更多啊，这上面都会有很多的这种公司啊。只是这个人呢，他的评分比较高啊，我们可以看到10.9分，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有需要在美国那边报税的朋友呢，也可以去联系一下。那么今天呢，龙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喜欢龙哥的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对网站搭建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看龙哥之前的几个视频啊。后面龙哥会陆陆续续接到前面的几期视频跟大家更新啊，我们一起来共同学习成长。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呢，对想要注册美国公司的朋友能够有所启发啊！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哦，拜拜。